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两天啊挺忙的，视频呢好多都没来得及拍。昨天呢我们是拉过来很多瓦片，已经把屋顶上的瓦条全部钉好了。师傅他们呢正在往上面递瓦片。今天啊我们依然是7个师傅来到这边做工。之前我们买的瓦条钉上去之后，大概少了一半左右，然后呢又到城里面去拉了一车。因为我们屋顶的前部分做了一个改变，大家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下，整个房屋的前部分屋顶呢，我们是全部铺满了瓦条，相当于呢一整块板这样子去铺，所以呢这些瓦条之前买的就不够，而且我们发现啊，这个前部分它的水面呢是比较平的，我们担心下大雨呢可能水会倒流，我们就在这一层木板之上还做了一层防水的处理。现在这边啊基本上所有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，马上就要开始盖瓦了，包括这个屋檐滴水我们也都全部钉好了一个吊檐，刷上了油漆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房子的前面呢，我们全部都是用钢架结构来做的。后期装修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要去处理，几乎从外面是看不到这些钢架结构的。房子虽然没有多大，但是所用到的材料确实非常多。之前我们拆木房子剩下来的很多废料还用得上。从这边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喜欢这个厨房的顶上，视野好啊，风景也特别的美，看到整个江面。我发现啊，这户老乡养的这些羊呢，每天跟着他跑，他走到哪里，这些山羊呢就跟着他，很奇怪。大家看一下这小胖啊，每天干活也没看到他瘦，167，一身一身的汗。我们这7个师傅啊，他是最胖的一个，年纪呢又是最小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小胖。旁边这个呢又是最瘦的了，只有110多斤，是个泥工师傅。上面啊还挺高的，估计啊我还不敢踩上去，所以呢站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拍一下。看这些瓦条是这样子钉的，宽一点的我们是竖着钉，窄一点的我们是横着钉，全部都是按着瓦片的尺寸来钉瓦条。现在呢要把这些瓦片这样子给它钉起来，然后呢这边是有螺丝钉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里是有2个孔，螺丝呢要从这边打上去，钉在这个木房子上，还要装上防滑扣，所以啊其实也是挺麻烦的。但是呢这样的瓦片它好处也是非常多，一次性全部做好，那很多年之后啊就不需要再来翻修了。这样的瓦片它是全瓷的，基本上是几十年不用去管。我们买的呢也是质量最好的那种，价格也是比较贵的。如果是买那种半瓷的，它可能
冬天下雪呢会裂开。这样贵一点的瓦片，质量好的，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整个屋顶最高点就在这块了，都是用镀锌管这样子给它接上去的，将近接了1.2米左右。之前啊，我们盖瓦的领子是放在这里的，你看，相当于高出去有1米多了。现在2楼的房间里面是可以直接看到江面的。这边以后就是一个过道，从这里呢走入房间，过道的宽度将近有1.5米左右。这前面呢也是我们用镀锌管做的栏杆。瓦片啊要从下面全部给它传递上来。之前2楼我们是铺了一层木板，踩在上面呢，做工也比较方便。镀锌管我们是直接焊接在这些木方子和立柱之上。之前呢已经是给大家分享过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全部固定好，然后呢做好了防锈的处理，全部都喷了漆。这个顶上啊，我们是直接焊接了镀锌管，把它连成一个整体，相当于木房子的横拉方子是相同的道理。这边的瓦条呢，我们是用自贡螺丝直接给它打在镀锌管里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2楼的房间啊，看到江面，景色还是非常美的。正在想啊，这个客厅的2楼要不要铺上木地板，把这个2楼给利用起来。实际上，在这边如果做一个客厅也是挺好的，大家觉得呢？待会儿呢，瓦片要从这边传递上来，没有了。先铺上这样的废旧木板，人呢可以踩在上面。买过来的瓦片要通过师傅们一块一块的传递到屋顶之上。瓦片就是靠着人工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给搬运上来。瓦片啊，就是靠着人工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给搬运上来。几个师傅这样子相互之间传递。每一捆瓦片将近有10张，最少有10多斤，很重。以前我们这边建房子啊，盖青瓦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，青瓦需要的还更多一些。这种瓦片呢比较大张，将近有20多公分乘以30公分左右。整个屋顶呢有160个平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屋顶啊，后面的瓦条呢是钉的，间隔一块钉一块，前面的瓦条呢是全部铺满的，是有所区别的。实际上后期我们的装修过程当中都要进行一个屋顶处理，所以以后
基本上也看不到屋顶。要做一个吊顶嘛。2楼的装修难度也是非常大的，估计大家和我一样，也在期待这栋房子改造好之后的样子，对不对？2个师傅在屋顶之上，我们是间隔几十公分放一捆这样的瓦片，一捆呢是有10张。这次买过来的瓦片也是和我们家那种瓦片是相同的颜色，青色的。我整体感觉木房子盖青色的瓦片，感觉还是比较耐看的。这个天气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，真的太热了，每天都是如此。还好今天下午呢，吹着风，算是比较凉快吧。我们之前买过来的材料基本上全部都用完了，当然后期呢，我们做从厨房上到2楼的栏杆也需要用镀锌管来做，这些材料啊都用得上。其实改造房子有非常多的小细节，计算这些材料一定要算得准，算得好，这样子呢才不至于浪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